今天要说的这支票是港股的阿里巴巴，来看看当前阿里巴巴运行到了哪一个阶段，整体向上的空间还有多大，中短期还有没有上车的机会，如果有，大概位于什么样的目标价格支撑。那么我们带着以上几个问题展开本次的话题。大家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经参考的频道。本频道是通过波浪理论解盘看形态入场，我们在大周期的月线和周线当中会找到它是否存在这种波段的一些参与机会，同时我们也会提示一些风险。其实这支票我们一直在长期跟踪，最早在4月10号出过视频，后来在7月23号和9月12号都分别出过视频。当时整体给的思路就是说，此次向上的反弹走势还没有结束，大家依然保持一个看涨做多的思路，包括到目前为止我都保持这种思路，因为它整体向上的结构并没有完成。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次更新，那首先还是要回顾一下之前从2020年整体的这波回落走势，目前来看依然保持它是一个下跌五浪推动的这样一个结构。那首先我们要画一下环境分割，既然前期是下跌五浪推动的一个结构，那么此处向上的话，我们就会认为它是一个反弹浪，而不是一个反转浪。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当前这次反弹运行到了哪一个阶段。首先我们要切换到天图，看一下第一波反弹的一个磁浪结构。第一波反弹是从60涨到了118港币，此处的走势是一个5波的引导楔形，那么也就意味着后期整体向上的反弹定性了，此处是一个 A 浪，回撤是一个 B 浪。那接下来我们再切换回周线图，那第一波向上的走势这一波走势它就是一个 A， 向下的回落调整它就是一个 B。 那目前其实我们就处于这一波 C 浪走势当中，但是由于 A 浪的内部结构它是一个5波形态，所以这里大概率向上的走势是一个535的锯齿最近感冒那比较难受大家也体谅一下，声音可能没有之前那么洪亮，最近北方地区一直是连阴雨，国庆到目前为止6天时间下6天雨。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下这个锯齿形的形态运行到了哪一个阶段，最低点是 64.60， 从 64.60 开始其实就是处于这一轮走势的整体的一个 C 浪上行当中。那如果参考 A 浪的一个磁浪结构，那么这个 C 浪应该也是一个5波的一个形态，目前应该大概也是处于 C5 当中C5 当中。当然我们这里看到的是一个周线级别的这样一个结构。这里我们首先会排除3浪不是最短的，那么我们会用一下波浪尺来测算一下 C1 和 C3 的一个幅度比例关系，所以这种划分方式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当前我们就是整体处于这个 C5 当中。那首先我们还是借助一下波浪尺来看一下 A 浪和 C 浪的一个幅度比例关系，同时我们再看一下 C3 和 C5 的一个幅度比例关系。后期整体向上我们需要关注的这个压力目标会有几处，中短期那今天是10月初，那么首先我们先回顾一下之前在8月份一整月的给出的这些视频。那8月份我们一共是诊断的101支票，其中公开了69支，另外有32支我们是放在自己的社群更新了，在 B 站没有上传。在这些票当中，涨跌幅 10% 以上的有4支，涨跌幅 10% 到 30% 的有27支，涨跌幅 30% 到 50% 的有10支，涨跌幅 50% 以上的有3支。所以说大家选的这些票整体来看还可以还可以，但是还是要精选精选这些所谓的这些机会，关注 1.382 倍 196.50 以及这个 2.382 倍 203.40， 这是中短期的一个压力目标。中长期向上呢，我们会关注到618这样的一个位置，以及波浪尺 1.618 倍，也就是说从212到217是下一个压力带，也有可能是这波 C 浪整体5波上涨结束的位置。所以当前从182来看，整体向上短线应该还有一定的空间，看到212、217的话，大概有30到35港币的一个上涨空间。所以说当前从波段的机会来说已经没有了，因为上方的空间有限，下方的止损空间会比较大，盈亏比肯定也不合适。目前来看只有短线的机会。何为短线的机会那么我们就要将时间调整到日线图。日线图我们从这个低点 101.80 开始，它其实处于最后一个 C 浪5当中，
在这个 C 浪5内部，有可能它也是一个五波的形态。以这样的结构划分来看，我们目前处于 C 浪5当中。如果继续把 C 浪5划分，那么我们就处于其中的子浪4，子浪3的末端，后期有一个子浪4，还有一个子浪5的再次上涨。短线机会就是这个子浪5的再次上涨。当前我们就是要等待这个子浪3结束之后的子浪4调整出现。比如说我们拉下低点，高点我们预期是在197、198结束，或者说是它会在当前的高点位置186结束，也可以。那后期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下方，比如169的位置以及164的位置，这两处就是形成后期子浪4调整的这个回撤的一个目标价格支撑。日线在这个以上的支撑再出现底分型十字星的话，那就能参与最后一个 C 浪5当中最后一个子浪5的短线机会。所以当前我们就是要耐心等待这个阿里巴巴近期是否会出现这个紫色段的子浪4的调整出现。调整出现了，我们就可以精确的把它的高低点画出来通过黄金分割画出来，找到当中236的位置以及236-382中值的位置，这个位置两个位置就是后期我们重点的要参考的位置。这里我只是教会大家一个方法，拉取相对一波走势的绝对高低点找出它的目标价格支撑。所以后期这支票还需要等调整出现，调整出现之后，等目标价格区间抵达，目标价格区间抵达之后，等底分型十字星日线底分型十字星出现，才可以再次的参与。好，以上就是我们关于港股阿里巴巴的再次跟踪分析。多头反弹趋势的中长期走势还没有结束，后期整体向上还有一定的空间，但是当前波段机会大家都已经错过了，因为运行到今天这个位置，整体走势会比较高，后期只有日线级别的短线交易机会， C 浪5当中最后一个子浪5的短线机会，那后期大家就是重点关注。以上本期视频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